奔跑羽毛步和弯羽步是非常经典的舞步，常用与弧步和华尔兹。这一期我们分3个部分来学习这2种舞步。第一部分是奔跑羽毛步，由邢丽、卢山2位老师讲解；第2部分是弯羽步，由李强老师讲解；第3部分是奔跑羽毛步接弯羽步，由齐志峰老师讲解。然后走的时候，第一步是外侧 ，OK， 外，这个也不叫外侧，这个是正常的位置。然后再是外侧，全部都是外侧，我们的脚。OK， 看我们连贯做一遍啊，看，4、2、3，弯去，3，看到吗？我们的脚的位置都是外侧的，它是全部都是外侧舞伴的位置。只有最后落脚，女生落下来这个脚才是变成了内侧。OK， 再看一遍，我们从这边往这边跳啊，看背面看，4、2、3，外，内侧。OK， 看到吗？外侧，内侧，这是我们脚的内外侧的关系。OK， 男生我要看到你们的身体始终处在一个弯曲，看到吗？男生弯曲，3。那么女生呢？曲，3呢？女生是弯曲，女生的身体位置看到吗？女生弯去，这是女生的身体。对，等于说你们的左侧的这边的身体的元素练习是对螺旋上升的感觉，是的，充满了一整个小节的。那么我们女生在做的时候，我想说一下，就是头回的时候啊，尽量的慢一点，不要一拍就回死了。那么你会发现，你的在跳舞里面的那个柔韧性啊、延展性就会少了很多。你会发现你的能量是断掉的。什么意思啊？我们看4、2、3，去，你看我的头，它并不是4、2、3，1 去，你看1就到位了之后 ，N 去就一直待在左边。你会发现，你到时候如果去舞再做多一点的胸腰的话，你会发现你会很难去做到，因为你早早的就已经停在了左边了。所以我希望女生，我先不做动作，你们看我头啊，看我上半身动了4、2、3 1 choose。好，那么刚才李宁问我，老师说我们的头什么时候回？一样的，我们的头永远都是跟随我们的倾斜。秦老师没有主动的去讲头，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头是跟随的，并没有主动的任何动作。看，2，我的倾斜在左边，现在对不对？3，平的，1，我平的，所以我没有头，对不对？当我有倾斜的时候，看到吗？看到吗？我的倾斜带动我的头，明白？我们的倾斜是带动头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在做的时候，看双人的感觉是什么？应该是男士给女士打开的。看，老师，我们原地做一遍。看，先看身体的位置啊，我们的身体是原地的。看，现在在这边，对不对？我走的时候是1 去。这样的位置看到吗？男生始终是把它给往远点，送他的感觉，懂吗？送他的感觉，这样的位置，不要去感觉男生是这样左右的，并没有。我们身体是一个什么感觉？看到吗？我们练的元素，对吧？我们的元素只是头换了一下而已，身体的这个侧换了一下边，但是元素还是这些元素组成的，懂吗？那么在做的时候，男生的感觉应该是从底盘做，看，啊，我们稍微小一点步子啊，看，稍微小一点步子，看老师的脚下啊，2、3、1，那么接下来我做的时候，我的右边的屁股，看到吗？去左边的屁股 ，3， 我的屁股永远都是一个 ，sorry 出去了，看我的屁股永远都是一个什么位置 ？3， 我的屁股1
然后换左边屁股，去 3，我的位置永远都是一个拖住舞伴往前跑的位置，不要用身体往前跑，这样你的舞伴就会感觉你一直压着它，它就没有办法跳了。OK， 明白？一直是保持这个位置，去继续用左边，继续用左边，或者是加个腿出来都可以。Yes. 一直都是左边的意识一定要强一点点，明白了吗？千万不要做还原了，什么意思啊？就是4、2、3，弯，就正的，能明白了吗？可不能正着后退啊！弯羽步，弯羽步，弯曲羽步，把羽步弯一下就叫弯羽步。羽毛步我们先看一遍，脚法跟掌掌，女生跟，这是我们女生的步伐，但是这里要值得强调的是最后一步改变了一下位置，所以我们这里脚法也会改变一点点。那同学们先看一遍，弯羽步，一定要把它当羽步来跳啊！同学们看，跟，重心到了，继续向前。为什么？因为我的膝盖、我的脚尖、我的脊椎都是朝前的，没有必要去管。向前，继续向前，然后这个位置，男生可以通过身体带动我的脚。很多男生很轴，老师说的必须要用脚转。像这种地方，你脚转的话，你身体就会比较僵硬，所以可以用身体去带动脚。男生再看我，3指步，弯羽步，是用身体盖过去的。再看一次啊，这就是羽毛步，弯曲了，直接羽毛步，弯曲羽毛步，向前，身体盖上去，脚掌，脚法都是一样的，跟掌掌。好的，男生到了以后头我要说一下，有些人很简单，有些人这个头死活整不明白。你到了以后，你的脊椎在哪里，你的头就长在哪里。很多男生一到了之后，下巴都到这儿去了。女生脚跟，好，女生看清楚，你们和男生不一样的是什么呢？你们的身体一定不要转掉。一定不要转掉，因为女生如果身体转掉的话呢，男生上去就会很无力。张老师过来，我做个弯羽步，女生右侧转掉的啊。但她过去她会没有感脚，她会受不了阻，所以我们女生在做弯羽步的时候呢，脚跟关注它。一样的，我们说过身体和肩膀不动的地方。怎么样？胯就可以了啊。你不可以，为什么你不可以呢？你就是做得太好了，所以我昨天在讲的时候呢，你的左肩到右肩系个安全带，非常棒啊。女生看啊，所以你看女生的这个形态，两个脸，一个脸，两个脸的形态在这儿。那我用胯带动的时候，我们两个肩像系一个安全带一样的，但是不是身体啊，同学们，右侧身体。女生再看一遍，弯羽步，1到右脚断指的地方，2，撑住，然后身体把它关住。为了确保身体是关住，我把右手放在左肩上，用我的胯和我的右脚踩地板。放好，踩地板，放好。那我的右侧的身体是会关注的，同学们，我现在摆架形啊，预备走。你就要推我了，我关注是关注了，你不推我，我也难受啊。男生的方向就要从我这儿迎上去了，就and。你就会更有力量，不是女生不拉啊，女生是关。就很多女生在跳弯羽步，确实右手又喜欢举，还喜欢来操作。男生什么都不用做，女生关好，什么都不用做，
挡着，转胯就可以了。结束的时候，女生的脚法看一下，弯鱼步，跟这一步是跟还是掌呢？掌，因为这一步的动作并没有那么大，我们是做内圈，男生做外圈。如果我做大，其实还是有必要用到跟的，但是我们是做内圈的，我们并没有那么大，用掌结束。左脚跟落下来，膝盖藏在右脚后面，不要交叉，不要放空。很多女生放空，交叉不需要，大腿内侧，膝盖很性感的这么坐住抱住就行了。说今天说的还是摆荡舞蹈，我希望大家这个注意力不要分散，就是在这个摆荡舞蹈里面去体会。现在我们把奔跑羽毛步接弯羽毛步两个动作连起来，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弧步里面的动作啊，我回复一下大家，这个是弧步里面的动作。这个动作的名称听起来是弧步，但是我现在的节奏 one and two 是华尔兹的啊，但弧步也能跳啊，因为弧步是节奏不同，就是华尔兹也能跳，是弧步也能跳。只是我们节奏改变就，如果是弧步就是 1 2 3 4 5 6 7 8， 如果是华尔兹呢，就是 1 and 2 3 1 2 3。我们可以用这两个节奏都给大家看一下，好吗？让你们知道，其实这个动作是可以用在华尔兹，也可以用在弧步的但是名称是人家弧步的，只是借到华尔兹家里用一下。我们再试一下，连起来，对的，好，开始连起来 4 5 6 1 2 3 是这样，大概是这样，连起来，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循环，对大家其实练习特别好。你们大家练习呢，其实有的时候会，但是真的你要是说，大家这个能量不够，或者是我们的成年人的话，我认为我们做一个 flat， 做一个普通的，但是也是这个动作我们做一个普通的状态。1 2 3 1 2 3，OK 也可以。也可以，但作为选手，如果你想再提升你的舞蹈的这个技术的话，那我们就要把我刚才说的很多要点都要放进去，然后把它最后整合成这个画面。说话呢，就是要一句一句的说所以这是一句话，两句话这是在华尔兹当中，所以它跳舞的时候不要断。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从音乐的角度来说，有一个音乐也是分内在音乐和外在音乐，对吧？外在音乐就是你听到的 1 and 2 3 1 2 3，内在音乐是你心理节奏，哇塞，你是怎么想去表达，是因为你的心理节奏是这么一种感觉。所以说根据大家的情况呢，去调整这个东西。好。他们说女老师做一遍。好，下面我做一遍女老师做一下女老师做看一下。Ready? 4 5 6 and 1 and 2 3 1 2 3 1 2 and 3。好的，好，从这个角度再来一次我们换一个角度，奔跑羽毛步接弯羽毛步 ，Ready 4 5 6 and 1 and 2 3 1 2 3 1 2 and 3 and 好，大家要观察到刚才老师们在停下来的时候你们可能会看到这么一个形象。2 and 3
three， 刚才是不是有一个感觉好像很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对吗？为什么这个画面它不是画面？它是要体会它的重心是不是到达了阻力角。我们很多人在跳这个的时候，刚到这个角就已经去了。很多人是在这样的趋势，对不起，这个是没有移动的啊，没有移动。很多人是 one two three very fast one two three， 这个不好，这个不好。所以我们体会的 one two three， 这是我们的阻力角。如果你想继续，那我们的脊椎还要继续移动，然后我们的脚再跟上去，那就是 three one two， 不管做什么，它这个感觉就是有连接了，你知道吗？这样的话，它的连接会很好，而且实际上不会消耗你太多的体能啊。那很多人到这儿就要等，然后这个前进的人就开始推，这样的话就会产生好多不必要的一种身体的这种反应，然后消耗你的体能。实际上我们在跳舞有没有力量？有力量。这个力量是怎么来的呢？我就告诉你是借来的。这个力是借来的。我有多大的力量？你看我手无缚鸡之力啊，真的是。但是我跳舞是有力量的。为什么？这些力量我都可以借助。所以大家跳舞的时候一定要是借助力量去运动你不能就靠我自己，但没有想象力，没有空间感，就是我推你好，就是我推你，那完了，那太重了，对不对？所以两个人都得带有这么一种情绪，我们两个物体合到一起，在幽动当中，其实跳舞是在幽动的所以说大家有时候为了增加自己的那个就是习惯这个幽动的力量呢，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感觉去练习。比如我们现在都是站在原地 one two three one， 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首先是把自己从一个高处，比如我要做一个这样的摆荡，我首先是从一个高处，再上到另一个高处，对吧？然后从另一个高处再到另一个高处，就是这个原理。什么原理？海盗船去那个游乐场走一走，你就会发现。跳舞就像到了游乐场，游乐场各种项目都跟你的套路有关系比如我们的过山车，哇，有这样的时候，对，这就是你在舞蹈中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那个画面，所以看起来非常舒服你一定觉得不会不舒服，明白吗？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选手跳什么都是一个样，那样的动作他也是这么跳，能不能？对，你跳的是对的。对，从这个步伐的角度来说，你没有错，但是要从更大的一个维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你还差了一些我说的是，我指一些特别优秀的名次上特别优秀的选手，还差了很多。所以说，比如说，大家回去跟舞伴我建议是，因为一个人达不到，他必须靠两个人，就是这个，要不是对方。不要就是这么迈步上升，不要感觉从一个高处，拎到最高，然后我们从高处掉落，再到一个高处，再就体会这么一种感觉。所以这个waltz摆荡要包括虎步，比如我们做一个 fade step， 羽毛虎。也是这个道理也是从这个高处5、6、7，也是这个道理，不是要从下面推，然后再发力，这个舞蹈这个感觉是错误的也可以加大它的这个力量，但是你的感觉一定是从一个高处拎起来到这个，就是老外经常说你们的脚要有脚的感觉。我们没有，我们就是在地下推，我们跟地板过不去是要推地板，但是不是我们所有的跟地板过不去，所以这个感觉是借助地板把我们的人拎到最高的时候，其实这个地板反而的压力会变大，这时候就是地板的压力，然后从高处去sorry， 做fade step， 1 3 4
1 2 3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跳舞跳的就会轻盈，你们就会感觉舞蹈的这种轻盈性和风格性就会更突出，然后你会注意力发现，在他们的脚上会突出的更好。啊，现在我们其实跳舞，我觉得我的注意力老是在他们的身体动作上，好像很多，但是其实忽略了最有魅力的脚和地板的连接这个感觉，表达的不是很好。所以说你在看世界上优秀的选手，脚的表达是比较漂亮的。所以说大家，即使我刚才跟三木在跳的时候，我没有加摆荡，对吗？我没有加倾斜，对吧？我没有加什么空间，我就是练习这个脚的动作。你也会感觉到，宁可有这个动作啊，也不能忽略了这个去想别的，就是这是我们的第一位的东西，这是标准舞世界里面最大的区别于其他舞种的一个特点的东西啊。所以说，就是脚在地板上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和技艺的一种感觉，就是脚啊，所以大家不能忽略这个东西啊。好，这2个动作大概跟大家解释了一下，也连带的解释了一些别的东西。